又大改版了，改了好多版呢。今天我们来快速看一下更新了哪些东西，内容会用比较粗略的方式一次带过，详细的使用方式跟实操范例之后有可能会在 Discord 直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 Leo 的官方 Discord 并留意活动公告。在开始前别忘了订阅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新影片的通知。那么首先要看到的是几个以 XL 为基底训练的模型 Albedo Base、Leonardo Vision、Leonardo Diffusion。Albedo 这个模型的描述是它更擅长产出 CG 画风的图像，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偏向 Gene Shaper 跟 RPG 那种风格的模型。Vision 这个模型擅长的是写实跟摄影风格，并且有标注说长一点的 prompt 会得到比较好的结果。与之相反的是 LD XL 这个模型呢，是Leo自己的模型，它的描述中写着短 prompt 也能有很好的结果。那这边必须要提一句啊，鉴于 SD XL 这个基模的强悍，其实它们都可以产出绘画风格跟写实风格，而且都能生成得很不错。再搭配上 LoRa 或者 Alchemy， 基本上这三个模型都算是全能型选手。我自己最喜欢的是 Vision， 再来是 LD。这边我放几轮同设定同 prompt 的三个模型生成结果比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设定跟 prompt 的内容我会整理一篇 Vocus 的文章，连结放在说明栏，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开来取用。因为 XL 模型的长提示承受能力都比 1.5 的高很多，所以我常常会在测试中塞一大堆有的没的啊，乱七八糟的 prompt， 并且我还是老样子，我不喜欢打逗号，所以如果你要用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手动整理一下。再来看一下我最近很痴迷的一个功能 Alchemy Refiner。不幸的是，它是一个付费功能，也就是说免费仔是不能使用的。但是等一下我会稍微展示它的效果给你参考，也许看完之后你可以考虑付费试试看。它是一种新的 Upscale 选项，如果你是用 XL 的模型生成，那你的 Upscale 就只有 Refiner 可以选。如果你是 1.5 或 2.1 的模型，但是有用上 Alchemy 的话，会有 Refiner 跟 Alchemy 系的 Upscale 可以用。只使用 1.5 或 2.1 模型，没有 Alchemy 的话，就会有一般的 Upscale 跟 Refiner 可以用。听起来有点复杂，对不对？但其实你不用想太多。Leo 在特定条件下所开放给你使用的特定 Upscale 方式，都是团队已经帮你筛选整理过合适使用的选项了，所以你只需要在生成后，从有出现的选项里面去挑选就可以了。Hold up, wait a minute, something ain't right. 剪片的时候我才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 XL 系列的模型呢，其实还是可以选一些旧的 Upscale 模式，只是你从外部是看不到选项的。我说的外部是指生成页面这边跟你的 Personal Feed 这些点开都不能选嘛。我一开始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以为是没有办法用的，它只剩下 Alchemy Refiner 可以选而已。但其实你把图片再点开，下面还是会发现以前的这几个旧的 Upscale 按钮还在，也确实可以用。那我不确定是不是官方砍按钮的时候没砍到，也不确定他们还会活多久。总之，如果你确实也不喜欢 Refiner 的结果，或是你是免费仔，你没有办法用那个 Alchemy Refiner 的话，你还可以从这里点开。我没有测试过，但理论上这些旧的 Upscale 是免费仔也可以用的。Refiner 真的是非常强大，它最主要的能力作用在脸跟手，大部分的情况下可以说这绝对是个优点，因为有时候生成的图脸会崩，手也会崩嘛，小崩是完全可以靠 Refiner 来解决的。总共有6种程度，从 Low 到 High， 分别有 Normal 跟 Smooth。给各位看一下2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这是我在测试 LoRa 的时候弄的一个 overfitting 的结果。简单来说就是 LoRa 下的过重，所以图面爆炸了。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图就是没救了。但是 Refiner 可以救到这个程度，蛮令人惊讶的吧？它有点像是 image to image 那样，基于我原本的图重绘一次，而且稳定性很高。
另外这张是很久以前我不知道在干嘛的时候算的，那它是这个样子。Refiner 出的时候，我想说来尝试一下，修复程度可以到这样。不过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这算是某种缺点，因为它会特别针对脸部跟手部。有时候我并不想让长相有太大的变动，它会把可能原图是西方人的脸部结构改成亚洲人，把亚洲人的脸部结构改成西方人，或者是把我喜欢的浅色的眼睛改成深色的。最可怕的是它偏向把脸改成女性，可能这是某种市场趋势，但我没有想要这种结果啊。哦，对了，它每次的结果是会有差异的。如果你的臂蛮宽裕的话，也可以考虑多刷几次同样程度的 Refiner， 去找一个你比较喜欢的结果。比方说 Low Normal， 然后反复刷，只是旧的你要先砍掉。接着来讲一下 Laura， 在 Leo 这边叫做 Elements， 但我还是习惯叫 Laura 啦。如果你把 Compatible Only 关掉，就可以看到目前 Leo 支援的全部 Laura。现有的 Laura 可以大致分3类：主题、画风、材质。就像大模型需要基于基模来训练 ，Laura 也是。基于 1.5 的不适用 2.1， 基于 XL 的自然也只能用在 XL 上。选好了 Laura 后，看到的这个滑杆是 Laura 的权重。这边给各位一个安全牌的建议，不管你套用了多少 Laura， 总和权重先不要超过 1.4， 单个权重不要超过1，更稳妥的情况是总和权重不超过1。在熟悉了使用方式之后，或者是你很确定那就是你要的效果、你要的强度，再去拉高。权重的设定我会习惯先压个1，太重就改 0.6， 还太重就改 0.4。我不建议新手把4个 Laura 开到满，2个就很多了。Leo 本身也会提醒你，所选的 Laura 超过2个，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理论上，我们可以用任何模型、任何 prompt 去搭配任何 Laura。如果用调味料的比喻来说，理论上你可以把蒜蓉酱淋在任何地方，也可以在淋的蒜蓉酱之后再撒上孜然、肉桂，再加一点蓝莓果酱。如果这是你想要的，我只能说，你开心就好。除了调整权重，你还可以调整你的 prompt， 透过写上跟 Laura 包含的风格较为关联的词来加强效果，也可以同时避免权重过高产生的爆炸。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稳定手段，这就是需要你熟悉并且活用其他的功能来辅助。比方说付费仔们可以把 Alchemy 打开，对稳定性绝对有帮助，但有可能也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 Alchemy 也有升级版了，XL 模型限定的 Alchemy V2 无法调整任何细项设定，合理判断它是开着 PM V2 或 V3 的，我会猜应该是 V3。PM 的情况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它补词嘛，你不能控制它到底补了啥，所以好看但偏离轨道的情况是常有发生的。那免费载呢，你可以在生成后透过 I2I、Canvas 等手段来做后处理的修正。有鉴于功能越来越多，代币越来越不够烧，Leo的付费方案在这边给各位参考一下。如果你喜欢这个 AI 绘图工具，付费是肯定不亏的。官方更新速度很快，也很重视用户群体的意见，有单月订阅跟包年订阅2种模式。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依据自己手上的预算来选择方案。最后，我们来看最近更新的 Image Guidance。它是把之前的 I2I 板块重新整理过后，拉出来单独做一个分页。跟以前一样，可以通过上传图档或直接丢进图档来启用，也增加了几个新的 Control 内模型。启用成功会看到上面的状态列出现对应的小框框，没有出现的话就是有冲突了。记得按下生成之前要检查一下。权重的调整从哪边都可以。先讲一下免费载受到影响的部分。目前免费用户仅剩下在 1.5 或 2.1 的模型中使用完整功能，而且也只能放1张图片，选择1种模式。Alchemy 跟 XL 系列模型的 Control 被官方锁定为付费功能。以及跟 PM 绑定的 Image Prompt， 免费载也从原本可以上传5张变成只剩下1张。
这些在刚更新的时候就引起了一波讨论，无论是免费载还是付费载，都倾向于 ControlNet 跟 ImagePrompt 应该要开放回免费用户也可以使用的状态。这部分就要等官方后续的决定，目前还不能使用就是了。那相对于免费载的窘境，付费载现在的 Image Guidance 可以叠用 ControlNet 跟 Eye-to-Eye， 应用的范围又变得更广了，组合拳变得非常多样。但这支是快速看过更新内容的影片，我就不针对这个讲太多了。之后在 Discord 会有直播专门讲新的 ControlNet 叠用的基本操作，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 Discord 的公告，到时候可以一起来聊天，我也一样会在剪成精华放这边，如果有开的话。以上就是最近几个月官方陆续增加更新的主要内容，希望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喜欢的话可以帮我点个赞，有任何使用上的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也可以跟我分享你的使用心得，感谢各位收看，拜拜。